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啊。前不久呢，我呢，分享中就讲到了黄宏亚老师在学校里面给学生写那个鼓励帖的事儿啊。今天呢，把鼓励帖的事我再说一下哈。这鼓励帖呢，就是给学生写一些鼓励的话。我想最开始黄老师是给自己的孩子可能写鼓励帖，其中呢，他发给我一次他给孩子写的那个鼓励帖啊，鼓励的信。说亲爱的儿子哈，说今天是周日，说妈妈发自内心的祝贺你，祝贺你8月份月考总分进步了2.5分。说这不，兰老师就班主任老师应该是亲自发信息向我报喜呢。说你语文进步特别大，书写也特别漂亮，看来妈妈都不如你啊。妈妈向你学习，这都是你认真和努力所获得的。妈妈那天晚上跟爸爸说了你这个进步的事儿啊，爸爸的眼里全是骄傲。妈妈真的为你的努力感到特别特别的自豪。就是母亲给孩子写鼓励帖，就是鼓励孩子，哪怕有一点点进步，就发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的美好的地方，鼓励他。下面还有说一直以来你在学习上都很自律，很努力，也有很强的抗挫能力。在小学阶段你每次放学回到家里都主动回房间写作业，写完作业再玩，从来都不用妈妈催促。初中、高中你依然保持这样良好的习惯，从不让妈妈操心。妈妈有你这样贴心的儿子，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这信很长，我就不在这一念，我就念了一点，我想大家都清楚了。就是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这种认可，就觉得不，就觉得你始终给孩子这种美好的这种信息。那么这种信息母子连心，这种信息就直接可以作用到孩子的身上。如果一个父母总觉得，哎呀，这孩子这点也不是，那一点怎么样，那一点怎么样，那你就在不停的给他加什么呢？不好的信息。所以这个鼓励帖呢，就是发现那个美好的地方，从你内心深处，认可他的美好，欣赏他的美好，鼓励他的美好，让他的美好呢就开始越来越美好。你看他在班里的同学也是这样同学也是写了很多这种鼓励帖。你比方说给这个孩子说是杨泽同学说恭喜你段考考了100分，太了不起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看，你给孩子你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继续努力哦。就给班里面几十个孩子，每一个孩子我看都有那个曾经发给我看那个彩色的纸，每一个都是亲自手写，不是电脑上写打印出来，亲自手写，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进步优点，就点到这个孩子这个进步的地方，就给予鼓励。每一个孩子都这样写。然后你看，这个家长就来信了说感谢黄老师的教导，说孩子超级喜欢，说杨泽超级喜欢，你给的2张纸条都在家里贴着呢，就孩子就把怎么样，就贴在家里面，就特别看重，哎呀，这老师给我的鼓励。你看这个也是说我家的娃第一次数学考了100分，黄老师写了小纸条鼓励他，他叫小纸条就是鼓励帖，鼓励他。回到家里开心的跟什么似的，小纸条拿本子夹着，谁都不给碰。我觉得老师这个行为就很暖心，很负责。说这样的老师，我们家长还不好好珍惜吗？是吧？这个也是收到黄老师才看到 QQ 的信息谢谢你的鼓励，孩子非常珍惜，把把那小鼓励帖贴在床头，谁也不让碰他说下次还要考100分，集很多的这个鼓励帖贴满床头，说您这个方法特别好，您的鼓励是孩子的动力，我们家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非常感谢2位老师的悉心教导，辛勤付出还有你看这个家长是真的非常感谢老师对孩子的这种爱心和教导，我家的孩子都非常喜欢你们2位老师，希望孩子能一直拥有这样的老师的教导，是你们辛苦了。就是如果说孩子有这样的老师的话，那家长是多么开心，多么安心是吧？还有这个就是他在班里面讲的这种安静，跟开家长会讲，他把安静教学的时候说高度认可老师的安静的教育理念，
感谢老师对孩子们用心教育和真诚的付出，将默默用心和行动支持老师的一切工作。这个鼓励题啊，就黄老师给学生鼓励还有很多，就不在这一一念了。我看大家在群里可能也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内容。那现在我想说什么呢？这个鼓励题啊，你看，鼓励就是发现什么呢？它好的方面，就你的意念，我们从锻炼上讲，意念注意到哪个层次，就加强哪个层次的功能。注意到这个好的面，就强化这个好的功能。你如果总惦记，哎呀，这个不好，不好，它总强化这个不好的功能，这就像给它能量一样。你要给力嘛，给能量，我们就跟你讲这个，你不是力量，但你的力量的渠道，你要把大自然的这种力量给孩子，给什么力量啊？那这个美好的力量，你关注到什么就给什么能量，关注到什么就给什么能量，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那你给孩子，孩子看到了小纸条，你看回头要贴到床头上，谁都不让碰，就说明什么？这对他来说太重要，他非常非常的珍惜。这个鼓励点其实就是在干什么呢？在生发这些孩子的阳气，阳气生发。鼓励点就是这样，不论对孩子还是大人，那孩子需要鼓励啊，其实我们成年人也需要鼓励。在家里面，夫妻之间，跟孩子，你自己跟成年的孩子哈，或者说跟亲戚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也都需要什么？都是需要鼓励的。因为当你鼓励别人的时候，就帮助别人阳气生发。那同时，你鼓励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样？自己也阳气生发。哎呀，你真好！你不可能说，哎呀，你真好，对吧？你说你真好，哎呀，你这事做的真不错。当你说别人你做的真不错的时候，你自己随着也会起这种阳气就生发起来。阳气那么就正气嘛，你正气就生发起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人有困难啊，你给他一个鼓励，鼓励像一把剑一样，就可以劈开那个人前面的荆棘。鼓励也像光一样，真的可以照亮别人的人生。所以这个鼓励和赞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会怎么样，总去发现别人的闪光点。生活中大家想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人？他总能看到别人的优点，总能看到别人的好，他总会去看到别人的好。那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人，他总看别人的不好，哪怕那个人有100个，有99个好，只有一个不好，他总惦记那个不好。有的人就不一样，那个人有100个，99个不好，有一个好，他总看到那个好。生活中一定大家会注意到，身边会有这样的人，看到别人，哎呀，你这总是好，你看到这个好，他那个好会越来越好；你看到那个不好，那不好也会越来越好，因为你给他能量嘛，这个能量它就靠你的信息，靠你的意识去发生作用。你的意识是好的，正向，它往正向走；你意识不好的往负的方向去走。关键在你意识给你这个能量一个什么样的指导，什么样的引导。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我们锻炼嘛，说锻炼你要练出气来，练气，你怎么去练气呀？说生发阳气要练这个正气充足，真的给别人以鼓励，给别人以赞美，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非常好的方法。所以过去就讲嘛，说这个修行不就这样说嘛？说若真修行人，不见他人过。六祖慧能就这样。真正的修行人不见他人过，当然这里还有很深的别的内容，就鼓励这一点上，你真正修行人总看到什么呀？看到别人的美好。他为什么总能看到别人的美好呢？因为他心中是美好的。你心里面是美好的，看别人就是美好。你心里面有东西，你看别人也有东西，真的是这样。你内在是什么，你就看到外面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人总看到别人的好呢？因为他身体里面一直都是好。你总是你不好，你看别人就是不好。过去曾经说过那个苏东坡和佛印禅师的故事，不是这样吗？你心中有鲜花，看别人都是鲜花；你心中有臭狗屎，看着别人都是臭狗屎。所以这种鼓励它是双向，它不单纯是
对别人，也是什么对自己的。若真修行人，不见他人过，不见他人，就看到别人的好，因为他有个很大的慈悲心，一个包容心，一个同理心。然而这个呢，并不是今天我要讲主要内容。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主要内容，也带着我们大家做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我们鼓励孩子，鼓励他人，欣赏孩子，欣赏他人，赞美孩子，赞美他人，这都是需要的。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需要我们去鼓励和赞美，那就是谁呀？那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我们要去鼓励自己，赞美自己，那个真正的那个自己。我们学习传统文化说，哎呦，我要去改我的错，那不能说改我错，哎呀，我这也不行，我那也不行，我那也不行，那这个不是真正的改。要这个当然我们需要我们要去反思自己，要去改变自己，要去完善自己。但很重要一点，我们还得怎么样？哎呀，要肯定自己，要鼓励自己，要给自己内在有一股力量。因为前面就我见了一个老朋友，就跟他说：“那你看你这一生多不容易啊！说你们那个年代多穷啊，哪有什么好吃的好用的？你也没有啥背景，你也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很好的教育。可是你看你把你这一个大家子里就靠你的双手，这孩子们孙子们，你这个大家庭现在多好啊！我说你不想到这就很了不起啊！啊，那人也是哈，就过去从来没想过这，确实是这样，一个人打拼起来了。从过去的年代，国家也穷，家庭也穷，那就是靠一双手硬硬的什么开创出一个新的世界来。我说那多不容易啊！真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两岸时空的各位亲友，当然我相信大家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而且还要觉得什么呀？你看，我走上了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而一定的是上辈的积了德了。其实不是上辈的积了，就是我的前半生啊，我用心做事，我真诚待人修来的这个福分，才让我哎呀走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地。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哎，你这就得鼓励自己，这很好啊。那好多人他没走进来啊，好多人对传统文化还嗤之以鼻呢。我在学习传统文化，我就有文化这个自信啊。大家想，你是不是该鼓励自己？哎呀，我学习了传统文化，我去修自己的心，那为我这个家庭，为我这个大家庭，为我这个大家族，就带来了正气，带来了好运气。真的，你通过学习之后，能够把正气、把大道，通过你的修行引到了你的家里面来。不但引到家里面，通过你的修行引到你的工作，到你社会当中。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你想一想，这不应该鼓励自己吗？应该赞美自己，应该欣赏自己。哎呀，我确实不错呀，得这么去想啊。那要想，你看我这5、6年了，或者2、3年了，哎呀，我在两岸时空听课，我能坚持下来，那就不容易啊。好多人听这个不坚持了，懒了，算了。我持之以恒，有的人见异思迁了。我一直在这学习，你这不都值得鼓励，值得赞美吗？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哎呀，你看我通过锻炼学习传统文化之后，我坚持下来了，我的身心素质越来越好了，我和周围的各种关系它越来越好了，我在工作中、生活中处理问题的这个能力，越来越强了。要给自己这样一个什么一个肯定。我说清楚一个，我确实，哎呀，我做到了，得给自己鼓励。我是健康的呀，我也是越来越智慧了，对吧？我的心越来越慈悲，我感觉我的心越来越柔软了，生命越来越纯净。哎呀，我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呢，我还能做得更好。就想，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能为自己，
能为家庭、能为社会、为他人做更大的贡献。大概想一想，你是不是应该这样去鼓励自己？呀，对，我有这个能力呀！你看那么多人，受了这么多人，很多人他没有走进，没有关注到心，没有学心学，没有去修心，我在做了呀，就应该鼓励自己。但这个鼓励自己不是骄傲，不是我做你都没做，那又不是了，就赞鼓励自己。你比方说以前我的确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呀，以前各种你不要纠结在问题里，哎呀，以前有问题，我认识到那是过去，我现在我改，我要走到美好的路上，就告诉自己，也要肯定自己，我有很强的什么自我觉知的能力，我做的事对还是不对，我能够觉知，我甚至可以先知先觉了，至少我自觉了，不是什么，不是不自觉的那个，过去我不对，现在我自觉了。哎，我不单单觉知有这个觉知力了，我还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我有理解力、包容力，我有定力，我有同情心，有慈悲心，还有一个祥和宁静的心。哎，你想一想这些，你是不是都应该值得给自己一个鼓励呀，一个肯定啊？真的应该给自己写一个鼓励帖。当然，我相信我们各位还是朋友，你该鼓励的、该肯定的还有很多很多的方面，很多方面。所以每一天要给自己一个鼓励，就是我要得到我的鼓励，我的鼓励。但这个我，大家我相信你也能感觉得出来。哦，哎呀，你要发自内心内在那个，哎呀，我是健康，我是慈悲的。他这时候不是头脑中那个小我了。但这个头脑那个我，他也在想着要做事，他和那个真正的我要合到一起。哦，他做的这个事情变好了，也得到鼓励，就是我得到我的鼓励，这个我就会慢慢越来越好。自我鼓励嘛，我得到自我的那个鼓励，就这个内在的我，不单单鼓励别人，也鼓励这个我，鼓励你头脑中那个我，让这个我也变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完美。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啊？当你鼓励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怎么？我还鼓励我自己这个我，让我得到我自己的力量的。说清楚没有啊？所以我们每个两岸生活的情侣啊，都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自信。就像我曾经分享过一样，每个人都有什么？都有强大的背景，有一个靠山。那个背景靠山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那中国传统文化既有慈悲的，又有明净的，又有什么很坚强的、自强不息的、厚德载物的这样的一种。哇，我有这样一个背景，强大的背景，我和那个背景是合在一起的，并不是说哦，我掌握多少的，不是头脑，这个我是如何如何，是你内在哇和大道是相通的。你真是有内在的这种我和大道相通的感觉的时候，你真的在生活中就真的就可以做到说不卑不亢，你就真的会成为一个很纯粹的、很自觉的、很光明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啊？你到哪你不会骄傲自满哦，我怎么你也不会很自卑的低三下四，你不会，你真的会有那颗平常的心，那个平常心，就不卑不亢的这样一种很自然的、很轻松的状态。你不会见到这个人哟低头哈腰，站那个人趾高气扬，不会了。这时候好像你对每一个人都很自然，都很尊敬。我不太清楚意思没有啊？就你呈现出了那种自然的那种状态。
那种有包容的、慈悲的、宁静的、祥和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通过讲黄老师在学校里面用的这鼓励帖，鼓励的真的是很好。那孩子的成绩前一次也有分享过，从比较差的班越来越好了，可以到前面的班去了。那么我们每个人不也一样吗？孩子需要这样，别人生活中周围的人也需要这样，我们自己也需要这样。生活中可能你家里也好，或者是单位周围人也好，没有人鼓励你，那怎么办？我自己鼓励我自己，我不需要别人的鼓励，自己往内在去肯定你自己。当然，这个不是说你啥都没做，我就瞎鼓励，那也不是这样。就是，哎呀，我自己要自我往内反思。你只要真正回到里面去，静下来，一定会发现，哎呦，我里面是平静的。哪怕我有一会儿是安静，也鼓励自己，哎呦，我是能静下来的。今天的树立1个小时或者40分钟，我能坚持下来，哎呀，这就不容易。我鼓励自己。大概想是你这样，哎，今天我本来要说，在家里面要怎么样骂人的一句话，哎呀，管住我没说，没骂出来，哎，管住自己了，这就鼓励自己，对吧？本来这个是该生气，我现在不生气，哎，鼓励自己，就肯定自己的点点滴滴的平静。那么你这样呢，就真的不知不觉之间，哎，你会发现你自己真的会发生变化，变得越来越美好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锻炼啊。好，放松，安静。就往这一站啊，哎，一下子就和整个虚空合一了，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那个当下就是，好像一下子切断了平常生活中那个社会中的各种联系，和虚空合一了，这是个很大的进步，你就应该肯定自己，哎，哦，不错。全身一松，这一松，松到了虚空之中，不是单单往下松沉，而是解放、放松。内心平静安详，敞开心胸，张开怀抱，那个真正的我，广阔无垠，万山俱备。
齐平，广阔无垠，万山俱备。没有肌肉，没有肌肉的力量，坚定。大头顶上空，停留一个呼吸中，慢慢下。紧额头，面部，胸，部，双膝软，腹部，婴儿，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下上转着，颈椎的后侧，向上
你们啊，手向前，肚脐，嗯，两手分开，脚分开，成后八字，两臂慢慢上，身体微笑的真的像树样，没有头脑，无思维，有生命。放松，安静，心气相依。
安静，安静。爱会上来，使你慢慢支起，脚慢慢滑落，手弯弯向内，静养，静坐，静养，安静。我们要鼓励、赞美周围的人，也要鼓励、赞美自己。肯定自己点滴的进步，确认
自己，本来就是安静，本来就是通畅，本来就没问题，本来就是慈悲光明。鼓励、赞美、肯定自己的点滴进步，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大家可以多坐一会儿，自己安排。